今天的分享是做一个插件功能的一个使用嘛。插件功能主要分为三大块，一个是编译环境的一个构造，然后是工程的编译，然后还有一个是部件的烧录，然后还有调试。大概我们今天会分为8个章节来讲。前面由我来主要讲解一下工程转换，然后编译，然后一些工程管理的一些问题。后面会由王菲来讲解一下来烧录跟调试的东西。最后 WiFi 还有 remove 的一些用法，那些我也会顺带讲。然后第一章我们主要来讲一下这个工程转换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 VS Code 获取 SDK 的一个便捷入口。首先呢，就是这个工程转换这个概念呢，就是为什么要转？因为我们现在的工程都是基于 Tiling 和 IoT Studio 那个工程来构建的，所以呢，在很多地方如果需要编译的话，那可能都需要安装我们的 Tiling IoT Studio。现在因为编译的场景多样化，所以我们提供了一个辅助的转换功能，帮助用户把现有的那个 SDK 快速转换成一个 CMake 一个工程嘛。用这个 CMake 的工程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多种场景下去构建命令行啊、VS Code 啊，或者是 CI 一些云服务环境。然后最便捷的一个条件可能是不用安装我们的那个 Tiling IoT Studio。然后我们这个工程转换呢，这个可以看到有下面的，主要是原来的工程可能是由点 C project 还有点 project 这2个文件构成的，转换以后大概可能会有2个文件，一个是 CMake list test 这个文件，然后还有一个工程对应的 JSON 文件。我们这个CMake 工程呢，用户可以暂时不用关心一些 CMake 上语法一些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 CMake list 点 test 它进行了一个模板化的一个功能，用户直接结合 VS Code 的一些 UI，它就可以在 VS Code 上面用起来了。这2个东西对用户来说都是可以暂时不用关心的。下面会讲一下我们插件里面提供了一些获取 SDK 的一个入口。当用户装了完我们插件的时候，它可以直接从我们这个 SDK download 里面获取到我们一些仓库。这些仓库的来源都是GitHub 或者 Git 上面的一些公开的仓库，方便用户快捷去拉取。用户可以选择上面的任何的分支，然后还有 tag，然后根据你的网络来源，可以选择 GitHub 或者 Git，方便用户拿取。然后后面我们讲一下怎么转换这个东西。首先，当我们安装完那个插件以后呢，那个 Project Outline 上面，我们可以点击它那个转换的一个按钮。它转换一次是转换一个工程，然后你如果要多个工程一起开发，你可以转换多次。当然，用户他除了可以在 UI 上面触发，他可以使用 VS Code 里面的那个命令行 Ctrl P 来运行这个命令。然后大概转换完了以后呢，我们的工程就会直接在 Project Outline 展开嘛，然后可以看到有工程的节点，然后还有 Target 的节点，Target 下面对应的原文件的一些节点，这些都是在这里展示开来。然后这个视图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后续很多的命令，它的入口都是在这里右键菜单，在各个节点的右键菜单会有对应的一个命令。下面我就来演示一下操作一下这个转换吧。
大概我现在 VS Code 我因为安装这个就是每个用户在我们这个插件里面搜索 Link 字样，基本上就可以获取了。然后你安装完插件以后，一般这里侧边栏会看到一个这个相当于就是说它目前可以运行了。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转换的功能。现在我打开一个 SDK 公版的 SDK，就是我们对外发布的，然后转换。现在是转换了一个，可以看到对应的视图。然后不同的 target 它右键的命令是不一样的。这些具体的命令呢，我后面会再具体介绍一下。用户也可以通过这一些来打开对应的文件，跟那个文件浏览界面是一样的。这样好处是方便用户快速的看到当前这个 target 有哪些原文件构成。目前转换一个，如果你要转换多个，那么你继续点击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这个功能如果要对外给客户用的话，还是要说明一下，尽量需要内部SDK 研发人员先去经过一些测试，就是转换，然后至少达到编译都没有问题，这样才 OK，才能说让用户去用一些 SDK，因为现在目前测试来说，大部分对外的 SDK 都能够运行这个工程的转换，然后还有一个编译的功能。这个工程转换其实是一个辅助功能，因为目前是没有 CMake 的工程嘛，所以是辅助构建了一个。因为后续如果 CMake 相关的工程，放在我们 GitLab 仓库随 SDK 一起发布的话，可能这个功能就不是很需要了。下面直接就来讲一下工程编译吧。我其实从刚才的视图已经看到了，如果要编译的话，就直接点击对应 target 的那个节点那个编译选项，小火那个旁边有个如图一那里就可以完成编译了。然后我这边直接就演示一下呃，我把我目前的配置都删掉了，就是相当于是差不多是一个新的，因为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工具都没有，相当于模拟一个新的用户，呃，从我们安装完 SDK，然后要编译起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流程吧。现在我直接要编的话，我直接就点这个编译 target，因为编译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 CMake 软件，一个是工具链。这两个现在它没有的时候，它会在右下角都提示你们一般如果是 CMake 软件，我就建议可以直接点击在线安装了。现在我演示来说，我就直接点一个本地配置。就指定到我之前下载好的那个东西，为了速度快一点。这个 CMake 对于版本的要求来说呢，也是有的。要求在目前我们使用的是4.0的那个版本，因为太低的版本有些 CMake 特性是在我们工程里面不支持。然后刚才 CMake 配置完了以后，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些版本的状态信息。然后现在他还告诉我们就缺了一个那个东西。如果是一些用户他不想要装很多的 SDK，比如说不想要安装很多的那个交叉编译工具链的时候，那比如说他只开发这个 SDK，那他可能就只需要这一个了，那他在线安装也是可以的，只是目前
因为网络带宽可能速度会慢一点。现在来说，我也是直接就本地指定过去。如果有 IoT Studio 的用户呢，它确实也是可以重复利用里面的图券的，就是免得去重新的下载，然后安装，浪费一些电脑的空间嘛。现在我是根据它上面的这个标签这个提示，这里指定到 GCC 点 ESE 这个软件里面。目前来说，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错误的提示，因为它这里需要是不带 F 的那个版本，刚才我指到了 F 的版本，所以它会提示一个版本错误。因为对于凸券来说，我们在配置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版本的检查，因为不同版本的编译工具链来说，可能在某些工程编译直接就是不过的，这个是影响是有一点的。然后我直接重新指定吧。这个是指定到不带 F 的那个版本。配置完成了以后呢，它这里就会显示配置成功。同时配置成功了以后，你在这边鼠标静止一下，你也是可以看到路径的，然后它开始编译。在编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编译的过程，这边是可以随时点击取消的。然后下边的状态栏，它也是有一个快捷按键，你点击可以编译，可以进行 clean。这边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编译的一个 log 的地方。然后编译输出呢，文件在哪里呢？这里我要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3个输出的那个 bin，相当于这里是做了一个链接的一个展示，因为方便后续我们 bin 和比如说执行下载啊，在这里提示一个快捷的操作。刚好顺带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过程的文件，还有中间的文件吧。因为在转换完了以后，我们会有一个 cmac list 点 test。这个是所有的 SDK，不管是 TC32还是 T232，它都是用这一套模板。然后转换完了以后，我们在下面会有存在不同的工程配置。这是 CMake Builds，是我们的一个呃工程的中间目录工作空间吧，里面保存了一些点 O 文件编译过程的点 O 文件，这在这里面都是可以找到的。然后还有输出文件，其实都在这里。我们这里只是方便做了一个链接的展示，相当于用户直接可以在这里输入做一些快捷操作，比如说 BDT 的下载。现在BDT 在 VS Code 上面的使用是做了一些下载，是重复复用我们目前现有发布的 BDT。现在我这个 BDT 我可以指定到，我先配置一下 BDT。也是一样，根据提示我们会指定到这个 download CMV download to 这个 ESE 里面。
指定完了以后呢，我看一下，我检查一下我板子，我板子应该是有连一个开发板，在我们编译完了以后嘛，用户直接可能在这里点一下下载，然后输入一下我们的那个起始的地址，它就完成了下载了。这个快捷 BDT 的快捷参数呢，我们当然也可以在这里配置，就是说，比如说下载的起始地址啊、芯片类型啊，然后对应的病，这里其实这些大部分都不用设置的，都是通过 UI 直接会帮你自动默认配。刚才我们讲了一下编译，大概编译就是这个逻辑。然后同时，因为我们这个 CMake 工程也是支持我们 CMake 这种命令行的用法，因为有一些就是命令行的CMake 命令行的一些标准的用法，我们目前来说是提供了一个文档，后面一起发布出去，相当于当你转换完有了这个 CMake 工程以后，你只需要可能再配置一下这个酷券的环境变量，然后这些 CMake 配置，然后 CMake build，这些就是按照我们 CMake 的官方的用法，也可以运行起来。然后这个文档后面我们再来做参考吧，根据文档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包括一些我们在 CI 里面的一些运行，也是提供了一些脚本，帮助用户快速的、简单的编译起来。这个后面根据具体的需求再来参考这个文档。这个是取消编译，在编译的过程中，这个取消这是正常的一个功能。然后还有一个清除我们的 target，这个主要就是删除我们那个点 O 文件，然后还有一些对应的 output 文件。后面我来说一下我们的那个工程管理的那个问题，主要就是新建工程，还有 target，还有新增一些文件，还有删除一些target 工程或者文件，还有甚至编译选项的一些修改。在我们 Project Outline 的这个视图里面，那里有个加号嘛，加号主要就是会弹出一个框，其实主要就分为两个新建的方式，一个是从空白的开始创建，空白开始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原文件没有，然后还有一个是复制目前已有的一个工程，来上面做一个小的迭代修改，这样用户可能快速的就构建了一个新的一个工程。下面同样我这边也是来演示一下吧，就比如在这个用这个按钮 New Target，然后你如果是创建新的工程的话，输入一个名称，然后你选一个这个工程对应的 TCC 就行了。大概创建完了呢，会默认帮你创建一个文件，那但仅此而已了。如此这样，如果从空白的角度来说，那它确实，那就需要你一点点创建，然后逐步创建，然后后面再演示一个，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新整了一个芯片721X，然后我大概但是工程里面大部分都是复用前面一些工程，只是有一些简单细微的修改。那我直接复制一下，从这个321X里面复制一个，重新起一个名字。它目前会快速的copy 复制一下我们当前的321X这个工程，然后你可以根据需要，假设说有一些这个 target 我不需要，那我可能删掉。这个删除呢，
只是对应删除我们工程配置，它不会删除实际的文件。然后你要在工程里面新建一个target 的话，也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工程的要它，比如说这个工程的节点，然后 new target，new target 同样你需要先给一个名称嘛，给完一个名称以后，呃，你是选择也是有一个复制的逻辑，还和空白创建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跟刚才那个创建工程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创建一个从 audio demo 复制一下，那这个 demo 可能就马上出现了，马上出现了。然后我基于这个 audio demo，可能我只需要改一些这里面的一些 app 文件，比如说这个是我不需要的，那我可能就只需要把它删掉。这个删除，你删除这个引用，这两者的区别呢？删除文件是删除实际的文件，删除实际文件可能在你其他 target 有公用文件的情况下，你要谨慎一点。删除引用只会从当前 target 的工程配置里面删掉，就是说我不需要这个文件夹了。删完以后呢，然后我在这里新建一个文件，是吧？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新建的这个 target 里面，然后有一点点小的修改，可能再加上我们后面的源代码加上去，它后面再点击编译就 OK 了。然后还有一个导入文件的一个概念，就是导入文件就是你现在文件那些 source 文件已经有了，我需要引入到这个新的 target 里面，那我们直接右键导入文件夹就好。现在是1.3，导入一个1.2。这里，所以它文件就会引入到你这个工程里面。这个可能是目前测试来说也是比较少测试的一块内容吧。然后删除工程也是一样的，删除工程它只会删除我们的工程配置，不会动到我们的实际的原文件。然后刚才演示了创建，然后导入文件、删除。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编译工程选项怎么修改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我们对应的 target 里面，然后右键菜单，点击这个 property，然后它就会自动打开我们的调查编译工具栏，然后具体的编译选项配置页面。这个页面来说是跟我们 LT Studio 是 UI 的操作逻辑是很像的，所以用户也可以减少一点学习的成本。下面我这边直接打开一下，就点击这个 property，然后这边的就会自动展开嘛。然后比如我现在要修改一些变量，点击应用就可以。点击完以后呢，这个工程我们clean 一下，
再重新编译一下。你刚才选的那个工具链，在重点程度，就编译会有错。最开始不是编译会有报错的，然后你要重新选加 function 工具链。哪个什么意思？继续讲。就我这边讲完，后面统一答疑一下。然后刚才修改了那个 O3嘛，可以看到。然后还有一个用法就是，比如说你现在 target 那么多，那你更改了一个，你需要应用到全部其他呢？那你比如说这里改这些东西都改完以后呢，你直接点勾选这个应用到全局，相当于它就会应用到我们说这个工程下面所有的一个 target，这样就避免需要你一个个去改嘛，改完应用就可以了。然后后面我来说一下有一个子模块的一个用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工程大部分工程可能默认一个工程下面一个 target，它所有的编译选项都是一样的，就是所有的原文件编译选项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某个目录里面下面的原文件，我的编译选项需要不一致，那怎么弄呢？那就在我们对应的那个文件夹那个右键，然后点击我们创建这个创建我们这个什么块的那个功能。现在比如说command 下面的一些原文件，我不需要我的编译选项需要跟那些不一样，这里是对应的汇编，然后 C 语言嘛，它可能比如说我的红需要不一样，相当于它现在这个文件夹就是以一个子模块的方式来运行，它的编译选项跟这些其他的就是会有区分的。那我们重新来编译，现在它是需要我指定一个带 F 的那个编译工具链。也是一样，根据这个文件选择器的提示。然后在编译的过程中呢，我们往下走一点，这个是一些软件的一个管理，因为从我们刚才的一系列的演示来说，我们在这个栏里面，在这个工具栏里面，其实罗列了我们大部分需要的一些工具，然后这一些工具呢，右键你可以看到一些在线安装啊，然后或者本地浏览这些功能。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 Shopify，就是通过你的文件浏览器打开这个软件所在的位置，帮助你定位一下。然后还有一个 Open Terminal，就是打开终端，因为有一些用户可能需要在我们这个编译工具链那里打开一个终端，然后使用一些编译工具链里面一些工具进行看一些文件的符号啊什么的。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就是刚才的编译，刚才那个是子模块编译的那个用法。具体 log 先不去找，然后
就是这里，这个 Open Terminal 是有一些用户可能是需要这个用法，就是他这样在这里运行一下这个，他可能需要一些编译工具链的一些工具嘛。这工具就是它会定位到我们这个当前，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工程，它用了 VUF 这个，它就会帮我们把对应的工具链的环境变量配置上，这样你用户用一些软件的时候，查看一些符号变量的那些软件，它就能直接找到。然后这个是本地浏览，刚才在我们的过程中，我们也顺带演示了。这是一个版本校验的一个问题。目前只有工具链做了一些比较严格的版本限制，因为其他的软件，工具链版本如果有差异的话，可能会导致编译出现问题。这是终端开的一个使用，然后后面还来讲一下我们这个 CMake 不同构建器的那个用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CMake 需要构建一个编译体系的话，它有几个选项，一个是Ming Makefile，这个是主要是用于 Windows 下面的一些 Makefile 体系，然后还有一个 Unix Makefile，还有一个Minja，这个也是支持的，这个是它的特点就是跨平台，然后还有速度快一点，所以 CMake 也是可以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那个构建的方式，因为不同的用户他有不同的那个青睐嘛。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测试来看，这个 Ming 的 Makefile 还有 Minja 这个两个在Windows 下面来说，它的速度是有一定提升的。那为什么 Unix Makefile 这种类 Unix 的 Makefile 构建体系在我们 Windows 上面也能用呢？因为我们的工具链大部分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有一个那个 Cygwin 的类 Unix 模拟的环境嘛，但是这个东西性能来说相对会来差一点，但是目前来说提供了一个其他的构建选项，比如说你用 Minja 或者 Makefile，这样来说可能构建的速度会快那么一点点。大概根据不同的电脑有一个不同的性能优势、性能差异吧。我这边演示一下怎么选一个不同的构建器。首先，我们在安装了 CMake 以后，在这里面有一个构建器，因为默认我们是用Unimake，然后我现在用一下这个 Major 吧，然后我选了这个参数以后，它会提示我现在没有安装这个软件，因为你用了不同的构建器，你相当于你也要去安装这个构建东西。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提供给你安装的方法的，就是大部分人直接点击在线 install 就可以。然后我这边就是本地指定一下。然后这个以后呢，因为我们刚才用了 Unimake 构建了一个中间过程文件，那这个东西对于目前 CMake 这个东西来说，它不能直接切，它需要我们把这个过程文件删掉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重新来编译一下。那现在这里就会提示你用这个 main 的构建器。所以也是一个不同构建器的一个用法，就是先配置参数，然后再安装对应的软件。这里在图片下面都是有提供的。
这是一个这个用法刚才介绍过。然后还有一个 API 文档的一个搜索，这是跟文档网站的进行一个联动。因为目前开发来说，我们提供一个按键 Ctrl+Shift 加 B 嘛，然后它会帮助我们跳转一下，跟我们文档网站做一个联动，就是搜索一下它里面的那个 API。这也是方便用户嘛，就是如果你在文档网站有建立一些对应 API 的那些文档，这也是查询的一种方式。对，这里可以就是你选中对应的 API 嘛，你按 Ctrl+Shift 加 B 嘛，类似于。然后我们这边插件也确实提供了一些简短的文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到我们这个完整的文档，因为我们完整的文档也是放在对外的文档网站里面。这下面是一些论坛的地址，然后还有一些 GitHub 的仓库地址，用户也可以通过这个快速链接过去找到我们的一些 TK。那现在我来分享一下 JTAG 它的主要的用法。我现在讲话可以听见吗？应该可以，现在用的是一起。可以，没问题，没问题。烧录的话，编译完成之后，我们需要烧录到板子上。烧录的话，除了使用我们之前用的比较多的 BDT 之外，还可以用 JTAG 接口进行一个烧录，然后烧录完之后可以直接进行调试。但是在使用 JTAG 之前，不论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两个系统都需要提前安装一下驱动。然后在 Windows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插件中提供了一个 ICE Driver 的这个选项。我们右键这个选项点击 Install， 它会引导你打开一个文件夹，然后只需要双击这个文件夹中以管理员权限运行这个文件夹中的驱动安装程序就可以进行安装。然后在 Linux 中，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同样的，你点击右键 Install 之后，插件会给你打开一个终端，然后终端中会给你一些命令的提示，就只需要把这3个命令复制一下，然后运行一下这3个命令，完成这些操作之后，我们应该就可以正常的去使用JTAG。然后OK，接下来我们进行烧录的演示。在编译成功之后呢，可以看到在那个视图里会出现3个输出文件嘛，其中就包括ERF 文件和 bin 文件，其中这个 bin 文件就是我们需要烧录的文件。然后这个时候呢，还是单击插件中会提供的 JTAG-born 这个选项，默认情况下它会将把你最新编译的一个 bin 文件自动检测，然后填入到你要烧录的这个选项中。你要烧入这个输入框中，同样的这个页面也是可以去配置 ICE-MAN 和 JTAG， 然后配置你需要烧录的芯片，然后地址，包括这个bin文件。当然，默认情况下那个bin文件是不需要配置，芯片和地址是需要自定义去检查一下。然后除此之外，还需要配置一下 ICE-MAN 的连接方式。当然，默认情况下，它的2个端口，也是不需要额外的配置。在配置好 ICE-MAN 和 JTAG-born 所需要的参数之后呢，我们需要先启动 ICE-MAN。在启动 ICE-MAN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上方会弹窗给你3个选项。出现这个三个选项是因为我们的板子连接 ICE-MAN 它可能有不同的方式。
这个 default 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它这个 default 的意思其实就是视线连接。当然，如果你需要两线的话，可以看到第二个选项，其实就是如果你在硬件上配置好两线模式之后，S-MAN 这里需要点击这一个两线的选项。第三个选项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调试的时候是可能会用到。这个杠 H 选项的意思就是它会传递给 S-MAN 这一个杠 H 选项，它是相当于一个 reset and hold 的功能，就是会把板子的程序它的指针指向第一条指令，然后并且停住不往下运行。默认情况下，我们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使用第一个 default 选项。另外就是JTAGBORN就是烧录器，它的配置，我们推荐的当然就是验证，然后 reset and run，然后解锁，这三个一般来说是要点上的。然后其他的选项，比如说擦除，安全，就是安全读写，这个就看自己的需求来定。在做完上面的配置之后，点击这个 Born 按钮就可以进行烧录。这里就在刚刚我刚编译完之后，假设现在还没有烧录，我直接在这里去打开这个调色的界面。非常好，这里默认会问你新建一个嘛？新建的调试配置，在你点击 debug 之后，它就会自动保存起来。但是这里我们还是用之前我们已经新建好的一些配置。在默认情况下，就比如说这个bin文件，就JTAGBORN需要的bin文件，以及 GDB 需要的 ER 文件是可以自动传递过来的。然后这里的这三个命令的功能，还是就是说按我们推荐的命令去填写。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义一些命令。然后这里的芯片可能要检查一下，我们这里选择特手。我们开始调试，同样它还是先会提示你用什么方式去连接 S-MAN。我们可以看到 log S-MAN 连接成功之后，它就会直接开始烧录。然后我们看到烧录成功之后，它就会自动开始调试。因为我们的推荐的设置嘛，它会停在你实际上的第一条指令上面。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入口是这个 reset start 这个入口嘛，但是因为前面的代码被注释掉了，所以它的实际上的第一条指令还是这里。如果你再跟我一起操作的话，你会看到现在板子上的程序是停住的。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我们可以在一个地方去设置上一个断点，是在 malloc 里面，随便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个断点，然后它运行到这里就会停下。GDB 的调试就是需要你必须是在停下的时候才可以做一些操作，就比如查看你本地的变量，然后查看寄存器的值，包括这里这个 watch 就是它如果不是你的局部变量，但是它在当前作用域是可见的，就比如这个变量 r，因为它属于是全局变量，不是这个函数内的局部变量，所以在这个 local 这里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它在这个作用域你有可见，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 watch 里去添加这个，可以重新这样添加一下。同样你可以看到你的交通站，可以看到断点的信息，这里外设，就是我们刚才那个 SVD 文件它所起到的作用。以这里的 DMA 为例，它的结构是这样的 ：DMA 是一个外设，然后呢，这个外设呢，它会包括很多个寄存器。然后同样的，你点开其中一个寄存器，你会看到这个寄存器会包括很多位，就是位域，比如说这里是0到3，这里是4到7，它是能精确到这种位域的信息。这里所有的信息呢，全来于我们的芯片的寄存器表。这个文件我们也会去根据寄存器表的更新去更新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停在了这个断点这里，我们可以正常的 continue， 它还会停下，包括单步调试，包括 step into。这里我们找不到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延时函数它进去之后，它的原文件是被封装在库里的。
因为这是 SDK，所以当你的代码，如果它的位置是封存在库里的，就会出现这个报错。所以当你出现这个报错的时候，你可以去判断一下是否是这个原因。我们继续continue，然后回到这里。那这个断点呢是比较常规的一种用法。除此之外，我们这个调试功能还支持一些比较特殊的用法。我们打开这里，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断点，它会显示在你的行号的左边，然后我们鼠标前面在这个断点上，我们右键会呼出一个这个 disable 和 remove 就是很简单的意思，会呼出一个编辑断点的意思。这个断点我们可以看到有这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expression 就是表达式，它的意思就是当你可以自定义一个表达式，然后当这个表达式为真的时候，这个断点才会生效。就是如果这个表达式它不为真，就是即使你的程序跑到这个断点这里，这个断点不会生效。可以做个演示，就比如现在 I 我们可以看到 I 等于2，我们设置一个表达式为 I 等于4。那在这个程序的意思就是 I 等于4的时候，它才会停下来。如果你在跟我一起操作的话，你就应该看到，就是 LED 灯它闪2下的时候，它才会再停下来，因为它中间 I 等于3闪了一下，它不会停。我们可以continue，你看再次停下来说2等于4，然后同时板子上的现象应该是 LED 灯它闪了2下，就是亮一下灭一下。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就是head count。对于这个程序，其实这2种方式是差不多的。这个 head count 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自定义一个数字，然后只有当这个断点它被击中多少次的时候，它才会生效。同样的意思，假设我们定义为2，现在的 I 等于4，也就是说它下次停下来的时候，这个 I 应该等于6。同样的 ID 应该是一亮，这个 LED 应该是一亮一灭，I 等于6。还有这2种方式其实就是帮你除了只能打普通断点之外，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更复杂的调试逻辑。另外一种呢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就是 log message， 它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制定一个字符串。这个字符串就是当你的程序经过这个断点的时候，它会打印这个字符串，但是呢，它不会停下来，就是它会告诉你我经过这里，但它不会停下来，它会继续跑。比如这里我们制定了一个字符串，我们往下跑，它不会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控制台，它会一直打印，一直打印，一直打印。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断点打掉，当然它总有就会停下来。另外一个方式，我们这里就先不演示。可以说一下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意思就是，如果你的程序有多个断点，比如我在这里定义一个断点，我在这里现在总共有2个断点，然后我们可以给第一个断点就是设置一个这样的形式，就是 wait for， 我们去指定下面这个断点。它这样的逻辑就是只有就是假设我程序从外面跑进来，跑到第一次这里的时候，它是不会停下的。只有在跑到这里断点被击中了一次，然后下一次再跑到这里的时候，它这个断点才会停下来。这也是会帮助你去实现一个比较复杂的逻辑。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它比较特殊，是因为如果是你是这样打断点的话，那它实际上会消耗3个断点。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 SOC 目前只支持2个硬件断点，然后这一部分代码又是跑在 Flash 上，所以它这个功能是跑不起来，因为它当使用到第3个断点的时候就会报错，GDB 就会停下来。所以这个功能我可以大家就解释一下，它是具有这样的功能。这里我们就不演示了。同样的，因为我们对于单核的芯片来说，因为我们刚才配置了就是这3条命令，它的功能其实就是为我们实现更好的 reset 的功能。
就是假设这里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reset 的按钮，我们可以直接这样，它就回到了第一套这里，然后我们可以从头开始跑。这就是对于单核芯片它调试的主要流程。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双核芯片的调试流程。今天我们演示用的双核芯片就是7513，这个大家现场应该也有。然后，如果大家在线上的同时，如果身边也有7513的话，等一下可以也跟我一起操作一下。双核对于单核来说，从配置上唯一区别的点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在这里的 debug type，就是调试类型你要选成双核。选成双核之后呢，它就会弹出来两个配置，一个是 Core 0的配置，另一个就是 Core 1。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芯片来说，一般 Core 0我们就指的是 D25的核作为主核，然后 Core 1一般就是重核，是 N22的核。然后这是在配置上的区别。我们先来，其他的应该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直接演示一下。双核的 demo 我们用7513。这里我先编译，先编译两个双核需要双核跑起来需要的 demo。第一个是组合的 demo，就是组合 demo，这个是下载到 D25的 Flash 域里面的。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是否编译成功。然后是 N2的程序。然后打开这个调配置。然后呢，我们是之前提前建立好的一个双核的 demo，直接用这一个配置。我们看到，如果是双核配置的话，它除了这个 Core 0的 configuration，它还会有 Core 1 configuration。为什么这两个命名要区开呢？因为我们的调试的配置，它的最小单位就是我们的核心配置。因为双核需要两个核心，所以我们需要给两个核心各自去命名，去做一个命名。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要给双核整个的 configuration 做一个命名。这样我们可以成功的体现到，其实你这个双核的这个配置呢，你也可以用作单核来去调试，我们可以成功的体现到它有 Core 1 Core 0。同时呢，如果你选到7513的话，它会有启动这两个调试。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如果你的程序是单核程序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你 Core 0的命名就是整个 configuration 的命名。你在这里改一下，这个名字它其实会同步的。但是如果是双核的话，就需要你去单独做3个这样的命名。这是为了我们方便管理。然后可能就需要检查一下这个。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目前我们双核是因为目前我们硬件的原因，是它不支持任何软件上的 reset 的。也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想在调试之前自动使用 JTAG 去烧录它，这一个 reset 仍然这是不能勾选的，因为勾选到大概率会导致这个程序，就是艾斯曼这个程序死掉，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读这个板子了。所以在这里流程可能就是你先去用，你可以选上这个 JTAG Burn，但是不能 reset， 就是等它两个都烧录完之后，我们的插件如果检测到你是双核的话，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它会让你在硬件上给这个板子重新上电，然后当你上电完成之后，你可以继续回来在插件中去走 debug 的流程。这个我待会儿会演示一下。还有一点就是它两个核心嘛，它地址肯定不一样。这个地址肯定是由程序去决定的。然后这里我们使用的 demo D25的地址就是0，然后 N2的地址就是8万。注意要检查一下，就是我们的文件不要下载错误。就比如N2要下载N2的bin， D25呢这里我们要换成D25的文件。大家现场或者线上的同事，如果手里有板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试一下这个操作。现在我们编译好之后，就可以直接烧录，然后调试。同样的，它会还是要先提示你去选择 S 曼的连接方式。这一点也比较特殊，就是目前我们这个板子呢，它默认情况下，它是需要2线的。当然，它需要2线时间是可以配置的，只是现在默认它需要2线，我们就选择2线的方式。
我忘了放下板子。可以重新启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使用的是双核的模式呢，插件其实它会提醒你，因为目前我们大部分芯片都是需要重新上电的嘛，所以我们保留了这个设计，它会提示你让你去重新上电，然后呢，你就重新插拔一下，插拔一下，你可以看到正常情况下程序是可以跑起来的，就是它仅仅是不能 reset 而已，它其实对它的运行本身是没有区别。然后插件会为你保留这次调试流程，你不需要从头开始。就是你重新上电完成之后，你只需要点一下这个 reset done，就是表示我已经 reset 完成了。当然，你也可以，如果你的板子是可以软件 reset 的，你可以直接选择这个不需要 reset。我们给 reset done，因为你重新上电了嘛，所以它还是需要你重新连接一下这个 IC。这样的话调试就可以跑起来。当然这里依然是找不到文件，因为它停下的地方还是这个延时函数还是在那个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Core0和 Core1两个都停下来了，没关系，我们可以直接在直接在我们可以可见的代码去打一个断点，比如我们给 Core0打一个断点，然后 Core1我们就叫它跑着。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在现象中看到，两个 LED 灯，其中一个在闪，那个就是 N22的核，它的 LED 是在闪的。然后呢，D25的是没在闪，因为它停住了。我们可以给它肯定用一下。此时你就会看到就是 N25它是停下来的，但是 D25是停下来的，N22还是在闪的。这就是说，就是你双核调色的话，其实两个核是可以单独控制。如何去切换呢？就是在这里去切换，你可以在这里切换 Core0或者 Core1。当然，这个 Core0、Core1就是你刚才的命名，也可以命名为 D25或 N2，也可以是其他任意的名字。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里切换，它俩是一样的效果。然后呢，其他的东西就比如说变量，你的变量、计算器、断点，然后刚刚演示的单独运行，包括外设计算器，像这些所有的功能，单核和双核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之外呢，刚才有一个功能光的演示，你就在这里看一下。除此之外，还可以去查看内存的信息，就是打开我们会提供一个内存检测器，打开这个内存检测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假设你当前有局部变量，它这里 logo 会有一个变量嘛，那你就可以选出这个变量，然后右键单击这个 Show in Memory Inspector，它是会就自动打开一个内存查看器，同时它会自动定位到你所选这个变量的地址。当然，因为我们这个变量是为了调试随意加的，所以它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你可以这里去改变，随便去改变地址。当然，如果你就是当前你的函数内没有局部变量，就这个 logo 这里是没有东西的你可以利用快捷键 Ctrl+Shift+P 去呼出 VS Code 的命令面板，然后输入 memory，输入 mem 你输入 memory 基本就可以看到这个 show memory inspector 这条命令，你可以单击这条命令去打开这个内存查看器，这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去输入一个地址。然后在这里呢，可以去查看它的二进制形式，同时呢，在鼠标旋转到任何一个数据上，你就会包括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16进制，就可以看到。同时也可以看到阿斯克码，当然这里的阿斯克码可能就没有特殊的含义。
刚才提到，除了艾斯曼之外，我们还支持用 Z-Link 去作为那个服务器。当然，因为 Z-Link 我们就是只需要使用购买的 Z-Link，所以我们在那个我们在我们的开发工具栏中可以看到，并没有提供 Z-Link 的安装。我们也所以说，如果需要 Z-Link 的话，你需要就是在你本机的电脑上去安装一个 Z-Link，然后并且保证它在环境变量里是可见的。我们这个插件会直接去调用这个 Z-Link。然后至于硬件和程序，就直接使用社区版就是公版的就可以。这里我们可以也可以简单演示一下。我们提前准备好了 Z-Link 的Z-Link 环境，它其实但是从软件调试上来说，它其实跟刚才艾斯曼的调试方法没有任何区别，它仅仅是 GDB Server 这个服务端做了改变而已。你可以换成 Z-Link。当然，如果你用 Z-Link 的话，这个 ZTL 部分它就不会生效了。就是即使你把它勾选住，它也没有任何效果。可以看到调试的逻辑其实跟刚才那个艾斯曼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除此之外，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你在进行调试配置的时候，你需要去给它命名嘛。然后具体的，我们还说了这个配置它会保存，那具体这个命名和保存它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其实就是体现在 VS Code 它本身的一个特性，就是 VS Code 的调试功能其实就是去运行这个 Landscape 真实文件指令的一些动作。那你刚才的所有的配置都会保存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其实单核调试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定义了一个321x demo 的配置，或者一个721x debug demo 的配置，它也会作为 Lessnet JSON 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个数组元素。然后呢，你如果自身比较熟悉 VS Code，然后比较习惯这种用法，不习惯我们插件提供的这种优化的用法，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去调用这个调试配置，就比如721x demo。当然这种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去手动启动艾斯曼，启动艾斯曼之后，然后直接在这里点击调试，它就会呼出刚才相同的调试页面。就下面我刚好来讲一下把 WiFi，然后还有VS Code Remove 远程的用法，先快速讲一下吧。WiFi 的我们目前来说，就是当你打开我们的那个 WiFi 专有的 SDK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WiFi Development 这个专门的一个区域。至于编译的方法呢，就跟我们之前面讲的一样，你首先要检查一下我们这个对应的工具链在不在嘛，因为我们目前 WiFi 可能额定的编译工具链可能就这个版本，所以就是定在这儿。然后你首先检查一下编译工具链在不在嘛，检查完了以后，你直接就可以点对应的 target 配置一下，然后直接编译就可以。编译完了以后呢，它对应的这个 output 也会在一样的。这一点确实跟前面的有一点点区别嘛，所以 WiFi Development 这个对于普通的 SDK 来说，其实它不需要关心这里，它也不会出现，一般对于普通的 SDK 来说。然后同样的 WiFi 专属的一些工具来说，也会放在 WiFi 这一栏里面。它同时右键来说也是提供一些本地流量安装，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文件展示的一个功能。这个是 menu config， 主要是你安装完了一个这个 menu config 以后，你同样这里单击 menu config， 它可以帮你在终端里面启动一个这个配置界面。这样使用逻辑就跟以前的开发模式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GUI config， 这个 GUI config 当你启动以后呢，相当于就是在图形化界面来配置你的那个工程的配置，它可视化程度会好一点，同时提供一些快捷搜索，快速定位到你想要去配置哪一些模块，就 Ctrl F 就可以。然后后面最后一章我们讲一下这个 remove 的用法。
目前我们这个 remove 远程模式呢，支持插件运行在远程的服务端。因为插件来说，它的 remote 模式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的文件可以保存在服务端，然后你的那个插件的功能依然可以运行在你的本地端，也可以运行在你的服务端。但是目前我们插件只支持它插件运行在服务端的这个选项。目以后会有支持吗？我先讲完吧，好吧，看一下你那个功能的需求到底是怎样。目前我们我这边主要是通过 SSH 去连接的方式，当然它可能在 VS Code 上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远程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这些可能需要在后面再看一下。然后首先我们怎么来在远程使用这个插件呢？首先，我们在 VS Code 里面，下面它有一个远程的一个图标我们点击连接嘛，就是我要连接到我远程的，比如说我现在 Windows 的电脑，我远程到我的 Linux 服务器。首先我是通过 SSH 连接过去了，目前这里是代表连接成功了嘛，然后我们还要再去点击这个插件市场，因为我们要在远程服务端也要装它的插件。远程服务端有一个区别就在于，它装完以后，它会有一个远程的一个小图标在这里面显示。安装完成功以后呢，呃，剩下的我就直接先演示一下吧。相当于我现在本地的是 Windows 的一个环境，我目前来说远程到我这边远程到我服务端的一些服务端。目前来说，它现在这种情况就已经远程到远程了，因为远程你可以看到这个路径是我服务器里面的一些路径，然后打开插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首先要检查一下，就是跟 PPT 那里提示的一样，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这里提一下，就是远程现在如看到这里已经远程成功了嘛，然后这个工作空间其实就是远程的。然后打开了以后，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工具，就是说这个 CMake 工具是不是装在远程的，就是比如说你远程的这个目录是不是存在我们这个对应的软件。因为我之前在我们的远程服务端有使用过 Linux，所以它保存了一些配置。当我连接的时候，我的插件就会尝试去同步你远程的那个配置到这里。当检查我们比如说这些 toolchain 都是符合 Linux 远程端的一些路径的时候，那其实这些操作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些编译的步骤都是跟我们刚才在本地演示的是一样的。工程转换、编译，这些都是编译出来的文件，它其实也是在你的服务端嘛。那当然，如果你其他的工具一些使用的话，比如说有这 BGP 烧录那些跟硬件相关，那可能你需要在远程端有插到对应的硬件才可以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操作都基本上都是跟刚才的本地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现在所有的文件的操作，然后对算力的一些要求或者编译的过程要求的这些硬件算力，它都会运行在服务端。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需要提到的，就是一个注意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之前远程服务端是一片空白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注意一下，检查一下那些软件的一个安装的一个情况，就是路径嘛。如果你觉得你这些软件是不对的，我们在服务端就直接就点击 install 那些都一样的，这些软件安装是完全会直接默认安装在你服务端里面。然后目前来说，基本上用法就是介绍到差不多就这样。